Hello，大家好，我是阿尊。纪伯伦在1923年他的一本很出名的书《The Prophet》先知里面讲过一句话，就是Your children are not your children. They come through you, but not from you. 意思就是你的孩子并不是你的孩子，他们经由你而来，但并非从你而来。我们并不是父母的延续，你的孩子也并不是你的延续。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新的尝试，长大并不只是年龄的增长而已，而是意识的醒觉吧。我们要明白，独立并不是反叛，而是成长的必经过程。从我们出生到十几、20岁，我们在学校实际上学习的只是功能性的怎样去应付考试。生活并不是考题，它没有标准的答案，也没有老师来给你改题，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教育制度只能够教我们怎样去做事，比如算术啊、读书啊、写报告啊这些技术，然后成为一个可以产出、可以被聘用的人。几乎没有人教过我们应该要怎样活，或者是怎样去生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够从我们的父母和原生家庭里去学习这个怎样生活的原厂设定，继承我们的父母辈或者是爷爷奶奶辈的那种生活习惯啊、价值观啊、情绪反应啊，这些原厂设定呢，并不是说不好，只是如果我们没有定期的去检视它，也从来不更新它，这样我们的人生就会像一个旧手机这样卡顿，然后一直重复的出错，我们就会被套在这个原厂设定的宿命里了。所以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聊聊，就是这个做人的手册，生活的5大攻略。这个5大课题是我们每个人成长中就必须要去学习的，可是却没有人真正的去教我们，或者是告诉我们应该要怎样做。OK，第一，生活技能之中，我们要先学会打理自己吧。这个老实说，很多人就以为说，独立就是离开家里，自己租房子，自己赚钱这一些。但是其实最基本的独立是能够照顾好自己，要能够煮饭呢，并不是说煮什么好料，可是至少不需要每天都吃外面买外卖，这个是生活第一个最重要的咯，照顾好你的饮食。然后呢，第二要会洗衣啊，不要把衣服堆到一座山发臭才来洗，然后要懂得会打扫家里的生活空间，就比如说你吃了泡面，OK，要倒掉这些汤渣，然后不要去阻塞到你的洗碗槽，然后还要把这些发臭的有机物，就是赶紧的处理掉。然后这些瓷叉盘碗啊，用了就马上要清洗。小小的习惯虽然看似没有什么重要，可是就会让你做人的起点顺利很多。这个是很多人没有察觉。这些看似无聊琐碎的事情非常影响我们个人的情绪，还有当然是我们的环境。而且这些家事活动不仅仅是锻炼你的身体的肌肉、耐心还有纪律吧。所以，当你能够至少好好的生活，你的人生就会稳定，你的气场也就会干净一点了。所以，就先练好生活的基本功，比你买那些香氛蜡烛啊、什么心灵课程啊是更有效的。第二呢，是比较多人会去讨论的，就是我们的财务跟风险规划吧。所以如果你10多20岁刚出来社会工作，那么呢就会有很多人告诉你要买保险啊，要怎么的。其实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呢，我们都知道是万万不能啦。所以我们要学会分清楚什么是我们想要跟我们所需要。就最简单的比例，你的薪水50%就要能够去承担你的生活必须的费用咯，就比如你的房租啊、水电费啊、电话费啊，然后你每天的3餐你要有 budget，然后你的交通费、基本开销这些都要最好能够控制在50%以下，20%你就要做储蓄跟风险规划的一个保障。
就包括这个 EPF 咯、索索咯、保险，还有一些紧急基金吧。就是比如说你的车突然间坏啊，这样你需要一些费用来应付眼前的难题。那么剩下的28%就是自我成长的，你可以去学习新的课程，或者是买一些书来看，或者是运动，你要给动的 membership 什么之类的，就是让你的生活有一个成长的空间，就是对你的头脑也好，对你的身体也好的一种投资吧。那么剩下的18%就是提供你的情绪价值咯。也有人说是娱乐的费用啦，就包括你社交、喝咖啡饮料啊，这些都要钱的吧。然后可以去旅行啊，或者是犒赏自己的小小的奖励、小小的费用吧。有一个观念是很重要的，就是虽然说 EPF 和 SOCSO 是政府的规定，但是它对于你的未来的保障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你越早开始缴纳，那个复利累计的数目是可以很惊人的啦。所以年轻的时候你不要怕钱少，怕的是你没有这种长远的规划 time value。一天存下5块钱哦，看起来可能很少啦，但是只有少数的人能够做得到咯。而且更可怕的是，如果掉入这种债务陷阱，之前我说过，这个复利可以累积到很可观的财务。同样的，债务的复利也可以很可怕，会让一个年轻人可能永不超生。所以不要随便去贪图这些物质的诱惑，尤其是这种小额贷款呢，还有这种网上的贷款呢，是越来越方便。但是呢，背后你可能要背负的债务呢，可能是十几年的深渊呢。财务稳定其实就是心理稳定踏实吧。所以不要让自己暴露在种种的财务危机，你就可以算是一个人生的赢家了。OK，有关于做人手册、生活攻略，我们今天暂时讨论了2个，就是生活技能还有财务规划技能的这2个最基本的。然后下一期我们会讨论另外3个，我觉得是更加 advanced、更加高阶的人生的课题啦。所以我们下一期再见啦，拜拜。